王秋月意外穿越到8岁农村小丫头身上，就被奶奶嫌弃。伯母沈娘算计，被各分家后，带着娘和2个姐姐住破屋，看她发奋图强，赚银子，买铺子，续皇子。月月，你不要吓娘啊！王秋月费力地睁开眼睛，看到2个女孩和一个面容凄苦的妇人，眼角含泪，满目心痛地抱着自己，旁边还站着一群老老少少。王秋月一愣，后脑勺一阵疼痛，就感到脑袋嗡嗡作响。这是哪里？周围的人穿着古装服饰，还有古朴的院长，这地方该是千载难逢奇迹般的穿越过来了。死丫头，你还装死？这个凶巴巴的老妇人狠狠地看着王秋月。月月，你醒了，可吓死娘了！几个赔钱货，今天我一定要发卖了你们！你个不会下蛋的蠢货，生了3个赔钱货，还克死我儿子！今天说什么这个家也容不下你们！孙管事，还不赶紧带走！话音刚落，就见2个高壮的汉子拉起王秋月和抱着王秋月的妇人精直往院外走。王家嫂子，3个闺女怎么说也是你的亲孙女啊，你怎么如此狠心？是啊，只怪刘四没福气，这么多年净生闺女，也没有生个儿了。你家老二活着的时候，对几个闺女很是疼爱，你不要伤了老二的心呀。老二媳妇也是很勤快的，孩子们也都是好的，也会孝顺你的。围观的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劝着，言语里多是同情，但也爱莫能助啊。这是一个胖胖的妇人急不可耐地开口道：“老二都不在了，留下他们孤儿寡母，谁来养？就是事情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当然说风凉话。”王秋月还处于发懵的状态，脑海中就不断闪现出一些陌生的画面。这个身体的主人叫王秋月，8岁，父亲王二柱上个月病逝了，母亲刘敏生了有3个女儿，王秋月还有2个姐姐，13岁的王秋英和10岁的王秋香。刚刚骂他的是他的阿奶李氏，胖胖的妇人是他的大伯母林氏，年轻的妇人是他的婶娘胡氏。今天他阿奶要把他们姐妹发卖了，推搡之间，王秋月便被推倒在地，一命呜呼了，却又活了过来，只是换了灵魂。我堂堂11世纪的新女性，在世为人，居然是个被卖的境地，越想越气，放开我！大家都满脸错愕地看着王秋月，王家的小女儿何时这么大胆了，眼神都变得很厉了。田婶子，麻烦你帮我去请村长来一下。死丫头，赔钱货，请村长来做什么？村长来了该卖还得卖。钱是没有问就去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本来就应该请村长来。李老夫人，这人你还卖不卖？我可没工夫陪你闹。孙管事，卖就按你说的价，赶紧带走。刘氏看着3个女儿被拖走，一边跪倒在李氏面前求着婆婆，一边又急得拉几个女儿。王秋月搬起墙角的烟台坛子，用力一摔，当时四周肃静无声看向他。我看谁敢动！阿奶，虽然爹走了，可我们娘还在，你有什么资格发卖我们？说得好！一个老头拄着拐杖，大声说道：“李氏，你当我这个村长不管事吗？我还没死，你就敢这么丢我们王家村的脸面？”哼，村长，这是我们家的家事，不劳村长管。既然闹到了我面前，我自然就要管一管。村长爷爷，快救救我们吧！阿奶要把我们卖给人牙子。我王家村再怎么穷，也不至于卖孩子。你们走吧。这丫头说的对，爹没了娘还在，还轮不到奶奶来卖孩子。几个人牙子可不甘心白来一趟，这3个孩子买回再卖掉可不少赚。还不走，要我报官吗？围观的人又开始窃窃私语，几个人牙子看着情况，怕是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也懒得浪费时间了。你个贱蹄子，看你生的个死丫头！李老婆子，当着我的面还想打人？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被这个女人克死，留下几个赔钱货，天天什么也不干，就知道吃，我命苦啊！围观人都一脸鄙夷的模样。这李氏说这话也太没良心了，什么都不干的是他家大房和3房吧？是啊，老二还在的时候，田里地里都是老二和老二媳妇干，洗衣做饭也都是老二家几个孩子。你命苦，我看老二一家才苦，里里外外都是老二家做的呀。你们吃饱了撑着管我家的事，都给我滚出去！王秋月不理会他们，拉着村长的衣角。村长爷爷，阿奶是铁了心不要我们了，我们在这个家也过不下去了，你就做主让我们分家吧。秋月，你说什么？娘，不分出去，阿奶迟早还是会贩卖了我们，而且爹走这1个月，我们连饭都吃不饱，不卖也迟早饿死。众人听了也是心头一酸，这李氏太狠心了。要是分了家，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怎么养活？不分吧，3个孩子迟早被李氏这个狠心发卖。分家，你想得美！我白养你们这么多年吗？除非你们能交10两奉养银子，否则别想分家。你个老太婆子怎么有脸？10两奉养银子，好大的口气！10两奉养银子，那你准备分多少田地给他们母女？是啊，你们家也有20亩地，你要这么多奉养银子，这田地肯定不能少分。围观的人都好奇起来，分什么田地？这田地是我王家的，和他姓刘的有什么关系？那3个孩子呢？他们可都姓王。他们姓王有什么用？迟早是别人家的，也不能算是王家人。既然我们都不是王家人，那凭什么要给你奉养银子？你这个死丫头，哪里轮得到你说话的份？
阿奶好生没道理，不认我是王家人，还要我的奉养银子。村长爷爷，你看看我的后脑，疼死了！你一定要让阿奶给我请大夫。李四也伸了个脑袋，看见血便开始算计着请大夫得花多少银子，心中10000个不愿意了。村长，这大夫我可不会请，奉养银子我也不要了，田地也不可能分给外人。从今以后，他们与我王家没有关系。这时候，一个30、40岁的男人走了出来，这是王家大儿子王大龙。我同意分家，谁不同意？那以后就由谁养着他们母女吧。他一向不满他娘李氏对待弟妹一家。二主媳妇，你也愿意这么走吗？好，那便如此吧。这年头只要不懒，找点活做，也是能养活人的。转眼就看到李正大人给他们写好了契书，改好了户籍。还好爹爹去世前偷偷塞了2两银子给娘，只要我们离开这个家，凭我10几年的知识储备，肯定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王秋月意外穿越到8岁农村小丫头身上，就被奶奶嫌弃。伯母沈娘算计，被各分家后，带着娘和2个姐姐住破屋，看她发愤图强，赚银子，买铺，聚皇子。李氏拿了契书后，对他们母女4人更是厌弃。赔钱货，收拾东西赶紧滚！二主媳妇，你们也没个住处，不如就去村后面的旧屋暂且住住吧，好歹可以遮风挡雨。村长带着他们来到旧屋处，四处看了看，宗祠四面也算完好，屋子还算大。等过2天，我家老大做工回了，我让他给你们在屋顶铺上稻草，也算是个住处了。村长爷爷，谢谢您，我还以为我们一家要露宿了，这会有住的地方，能够遮风挡雨就足够了。我以后一定要赚钱，住上好房子。刚送走村长没多久，就见村长媳妇杨氏和之前通知村长的妇人田氏抱着旧被子和一口小锅来了。二主媳妇，这2床被子你就将就着用，当家的说就当报答二主的。之前我那小孙子落水，还亏的是二主救起来的。妹子，这个锅小是小了一点，但是做你和3个孩子的饭该是够用了，还有这些个土玉也不多，你收下。谢谢村长奶奶和田婶子，等我们以后日子过好了，我们一定加倍报答你们。还是秋月这丫头会说话，这么好的孩子，李氏那个老婆子怎么舍得卖掉？此时刘氏除了感谢他们，也不知道能说什么了，千恩万谢送走了杨氏和田氏。娘，我饿了，这圆滚滚的土玉，我看着忍不住流口水了。好，娘去做土玉，我们都1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一顿忙活后，母女4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前世吃过的土豆可以有很多种做法，酸辣土豆丝、土豆烧鸡、狼牙土豆、炸土豆、土豆泥，还有薯片，都是美味呀。土豆做成薯片卖，在前世可是最火爆零食之一呀。这么想着，王秋月眼前一亮。娘，这个土玉贵吗？小妹，1分钱1斤，要是6、7月份土玉大量成熟后，1分钱可以买2斤。你问这个干嘛？是这样的，娘、大姐、二姐，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爹留下的2两银子也生活不了多久，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赚钱。王秋月把他想买土玉做成薯片的想法说了出来。秋月，土玉做成薯片会有人买吗？娘，我们可以试试，有人买自然是好，如果没人买，我们也可以自己吃，也不浪费。他们毕竟是第一次听说，怀疑是可以理解的。那行，明天我去镇上买些土玉回来试试。第2天早上吃完早饭，刘氏带着王秋香一起去了镇上，家里的王秋月和王秋英也没闲着，他们赶紧去后山拾柴火。大姐，我们去挖春笋，中午炒着吃。春笋这个东西不好吃，以前大伯母做过这个，苦苦的涩涩的，实在难吃，还没有野菜好吃。不是不好吃，是大伯母不会做，春笋可是好东西。我们去挖些，等下娘回来我做给你们吃，保证不苦不涩。挖到春笋后，抱着春笋的王秋月心情都变好，笑得眼睛弯弯。2人又拾了柴火回去。大姐，娘和2姐差不多该回来，我们去村口接他们。到了村口，3三两两的聚了不少人在聊天。秋英、秋月，怎么你们俩来这里了？秋香呢？2姊妹顾不上回答，就看到他们背着竹筐回来的身影。大姐、三妹，镇上好多人啊，好热闹，有各种铺子，街边还有卖糖画的，真漂亮。二主媳妇买这么多东西，不少钱吧？就买了土玉和一些油盐，没多少钱。孟奶奶，我们是没钱，这银子是跟阿老借的。听到说是回娘家借的，也就没什么说的了。回到家，刘氏和王秋香去了一趟镇上位子，王秋英和王秋月主动烧火做饭。大姐，春笋炒好了，快来试试味道。三妹，春笋苦，不好吃。娘、二妹，吃起来嫩嫩的，真的一点都不苦，还很好吃呢。秋月，你是怎么做到的？娘看我的眼神，是知道我和以前的王秋月不一样，而且以后也肯定有很多看起来奇怪的地方，我得想一个说辞。娘，我摔倒之后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有很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这个不苦的方法也是那个世界学的，还有这个薯片也是，还学了很多东西。真的吗？娘、大姐、二姐，是真的，可能是老天爷同情我们，让我去仙界走了一圈。一定是的。三妹，你的薯片什么时候开始做呀？
二姐，薯片不好保存，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做，然后赶紧拿去镇上卖试试。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的时候，50斤土玉就全部做成了薯片了，满满2大筐子，坐上马车，不一会到了镇上，刚落好脚。咦，这是什么？以前没见过。各位走过路过的叔叔婶婶、爷爷奶奶，好吃的薯片免费试吃了。这个成本可不低呀，免费吃不是要亏。大家听到免费试吃，一下子好多人都涌过来了。好吃，嘎嘣脆，还有一股油香，就是一片不够吃。2文1包，各位叔叔婶婶要买吗？2文也不贵，又是新奇物，大家也都愿意掏点钱。娘，赶紧收钱啊！大姐、二姐赶紧包薯片了。不一会儿就卖完了。娘，我们卖了多少钱？大概150文左右吧。母女几人都笑弯了眼，之后又去买了300斤土玉回家。眼看就要到村口了，村里人都在家吃饭，所以也没人看到他们母女几个。啊，大姐，等下别倒，这不就是土豆淀粉吗？可以做出晶莹剔透的凉粉啊，无论咸的还是甜的都很好吃。这个年代好像暂时还没有淀粉这种东西吧，只有白面、玉米面。刘氏听到声音，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赶紧跑过来。王秋月将他要做凉粉的想法一说，几个人各是一脸好奇。难道我这个女儿真的得到了神仙点化？小妹，舅父，阿老，娘，大哥，你们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你说说，你们母女被赶出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阿老，是我要出来的，不怪娘。当时阿奶要把我们卖给人牙子，我也是逼不得已的。真是可怜哟，阿老没有怪你们，阿老是气不过那李老婆子，居然什么都不给你们，就把你们赶出来了。也不怪别人，谁让自己的女儿没有生儿子呢？现在女婿也死了，那个老婆子岂会好好待他们？篮子底下还有些鸡蛋，不要碰坏了。我阿老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要是娘像阿老一样，我们也不至于如此，可能娘像老爷吧。娘，你不要担心我们现在做点吃食去镇上卖，也能赚点钱，总是饿不着的。这会儿刘氏把想让大哥帮忙做几张床的事情说了出来。好，银子我拿不出来，做点活还是没有问题的。忙活好之后，走的时候天都黑了，送走了阿老和舅父。母女几人看着新做的床和椅子，房顶也是就不能好了，都会心一笑。秋阴、秋香、秋月，明天又是赶大集的日子了，今天赶紧动手做凉粉，明天好镇上去卖。王秋月意外穿越到8岁农村小丫头身上，就被奶奶嫌弃。伯母沈娘算计，被各分家后带着娘和2个姐姐住破屋，看她发奋图强，赚银子，买铺，聚黄纸。这几人这就准备做凉粉，先少量清水化开1淀粉，再烧1锅水，搅拌均匀，小火慢熬，至变成颜色透明的糊状。刘氏则在木箱上铺上油纸，将糊糊平铺在木箱里，等慢慢变凉就行。娘，我们今天要将300斤土玉全部做成薯片，要有的忙了。是啊，这次量多，估计半夜就得起来炸薯片了。这边王家也吃着晚饭，王三里在镇上给人家做院墙，做完活回来了。娘，当真什么都没有给他们母女？你当娘傻吗？分东西给他们迟早是别人家的。你个吃里扒外的，做什么同意分家？不然卖了他们几个，还有的赚。王大龙默默吃饭，不搭理他们。天刚亮的时候，薯片全部炸好了，装了满满6筐。大姐、二姐，你们怎么像个孩子似的，还流口水？不过要等娘回了，我们再吃。此时刘氏已经在村长家接马车了。村长，这是我们母女做的薯片，拿给你们尝尝。好吃，又香又脆。二主媳妇，这么早来有什么事情吗？我们做了吃食，想去镇上卖，东西有点多，想借你们马车用。秋月人小，有心自有，这薯片新奇好吃，肯定好卖。这下要是赚钱了，气死他们阿奶。时候不早了，随后刘氏一家坐上马车去了镇上。你们可算来了，我家孩子上次没吃够，闹着还要，这次我来2包。婶子，我们这次还有另一种吃食，你要不要回家试试？王秋月赶紧抓住机会介绍凉粉。是什么？快给我看看。这是凉粉，可以加糖拌着吃，冰冰凉凉的，很好吃，一份3文钱。婶子要不要买一份？好，给我包1份。有了薯片打头阵，众人觉得凉粉肯定也好吃，也都赶紧掏钱买。满满6筐薯片，2箱子凉粉，很快就卖完了。刘氏钱袋满满当当，足足有1000多文。母女几个笑得和不来嘴。这次刘氏买了足足1000斤土玉，把买土玉的老板都惊到了。回到村里时，地头已经天熄了，村口坐着不少人。这次避免不了被村里人看到了。二主媳妇，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土玉啊？这天天吃土玉也不是个事呀。孟奶奶，我们都爱吃土玉。大家也都以为他们吃不起其他，才只能买土玉，就没有多问。回到家后，大家都累了。刘氏催着几个女儿赶紧休息休息，自己却在屋子周围给菜地施水。太阳落山时，听着外面滴答滴答的，王秋月，娘，这场雨后，后山的春笋肯定会有很多，
到时候我们去挖出来，可以做烟熏笋卖。烟熏笋又是你想到的新奇吃食吗？烟熏笋就是拿湿湿的柴火熏烤春笋，烟熏笋香味独特，不苦不涩，还容易保存。三妹做的春笋好吃，烟熏笋肯定也好吃。你这个丫头就知道吃。第二天一早，天就晴了，母女几个人就赶忙去后山挖春笋。因为大家都觉得苦，也没人会来抢，几个人背着竹篓子玩了很多，又要到赶大集的头一天，又是不得闲的了，一大早就开始做凉粉、清理土域，半夜起来做薯片。刘氏带着几个女儿，每天这样忙碌的，一锄而作，一落而归。很快，村子人也是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了，一个传一个，大半个村子，包括王家也都知道他们母女做了新奇吃食去镇上卖，还赚了钱。王家院里，李氏又骂骂咧咧的。好你个白眼狼，当初在家时怎么不做那什么薯片凉粉去卖钱？现在分家了就开始赚钱，还赚了这么多钱。娘，你要是实在有气，不如我们去问问多少，现在赚钱了也该孝敬您的。是该孝敬娘的，怎么说也是一家人。第二天一早吃了早饭，刘氏给孩子们交代了几句，就去给娘家送薯片了。大姐、二姐，昨天下午下了一场雨，也该去挖春笋了。几个人背上竹篓，正准备出门，眼尖的王秋月就看见那个他一穿来就对他破口大骂的老妇人和他那个死抠的大伯母了。哟，几个丫头这是要去干什么？别怕，我来对付他们。阿奶、大伯母，你们终于来看我们了，我们都快饿死了，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天天吃土芋，吃野菜。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赶着去挖野菜，好晚上有的吃呀。这情景看得李氏和林氏一愣一愣的。这传言竟这么不实，他们要是赚钱了，还用得着吃野菜吗？村子里都说你们做了薯片凉粉的，赚了不少银子，你这会儿是什么意思？莫要骗我。大伯母啊，我们是做了薯片和凉粉，但是也就赚了几十文钱，也就将将能够吃饱，连大米都不敢吃的，我们都好久没有吃米饭了。阿奶，看在我们是你亲孙女的份上，你给点粮食我们好不好？我们好想吃白米饭啊。你们娘呢？我来了这么久也不见他人。我就不信你还待得住，家里没菜，娘去了阿老家借银子。阿奶，要不你借些银子我们好不好？等我们赚钱了就还给你。我们可没有银子，你们都划了户籍，我们可是两家人了。我老婆子没要你们奉养，你们也别想借我的银子，以后最好不要来往了。李氏拉着林氏见李氏的跑了。哼，被耽误了这么久，眼看日头升高了。是呀，今天娘大概也得日头偏西才能回。大姐、二姐，那我们今天去远些地方挖春笋，听说那边有一片竹林，应该有很多春笋。约莫一个时辰，姐妹三人终于走到了山脚，走进林子。怎么了？赫然躺着两个人，一个妇人和一个10几岁的孩子。这两个人穿着不像坏人，倒像电视里那些落难贵族。大娘，小公子，小公子，奶娘，我在这里。小公子，奶娘，他们应该是有钱的人家，不知道救命之恩有没有报酬。你是谁？我是你的救命恩人，那要不要？王秋月递过水壶，看他嘴巴干干，应该是很渴了。谢谢。奶娘，你也喝些。奶娘不渴。还有呢，你们不要谦让。王秋月又拿出2包薯片，分给他们了。两人愣了一下，并不认识这个东西。这是薯片，可以吃的。姑娘，你们是什么人？怎么来了山上？我们是王家村的，过来挖春笋。你们又是谁？怎么在这里？我们和家里走散了，又累又饿，从山上摔了下来。王秋月点点头，时间也不早了，他们要赶紧回家。大娘，我们要回家了，这吃的和水留给你们，你们赶紧去找家人团聚吧。谢谢你救了我，这个你拿着，等我找到家人，我一定重金答谢，这是凭证。重金多少？这么直接问，是不是有点太拜金了？500两，你看够不够？还追问重金多少，是在比较是重金多还是玉佩贵的样子。王秋月点点头，收下玉佩，也就跟着大姐二姐回家了。糟了，忘了问他的姓名和地址，而且他貌似也没有问我姓名，这下怎么拿酬金？王秋月意外穿越到8岁农村小丫头身上，就被奶奶嫌弃，伯母婶娘算计，被迫分家后带着娘和2个姐姐住破屋，看他发愤图强，赚银子，买铺子，替皇子。回到家后，王秋月依旧在生着闷气。哼，500两啊，普通人家够花一辈子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刘氏才回来，饭已经熟了，母女几个人赶紧吃饭。姐妹3人把今天阿奶和大伯母来的事儿说给刘氏听了。你们真是淘气。天气越发夜了，午饭后村子里的人也都3、3两两来到村口大树下躲凉快，没事就说东家论西家。你们吃过那凉粉没？凉凉爽爽的，甚是好吃。我前天去镇上割肉，也去买了。二肚媳妇一看是一个村的，还送了1块，是真好吃，拌上糖水，甜丝丝的，好吃。听说他生意可好了，一天能够赚500-600文，
大吉的时候1两银子也是有的。你们好歹是一家人，怎的那二柱媳妇能做出这吃事，你们就不会呢？就是你们要是也能够做，这会儿也可以去卖了赚些银子了。要说这二柱媳妇，以前怎么没发现她会做这凉粉啊？莫不是分家了，脑子活泛了，想做这好吃的东西？是啊，你们俩以前就没听说她会这东西吗？也是李氏那老婆子没福气，把这财神赶走了。老大媳妇，你明天去镇上看看，看那刘氏的生意到底如何。好的，娘。婆婆让去镇上，自然会拿点银子给我。第二天一早，林氏起了个大早，赶着一头升起来之前就往镇上去。在集市找到刘氏的摊子也不过去，就这么看着，看得眼睛都绿了。刘氏摊前就没少过瘾，3文1块，这么一半天也有百把人。还有那薯片也是没少卖，看来别人说的5、600文竟是没错的。回家把这镇上看到的和李氏一说，老太婆又在院里骂来了。婆媳几个又动了歪心思。你个没良心的，有这赚钱的法子也不告诉你的大嫂和弟妹。刘氏做了这几个月生意，性子自是不会如以前那般好拿捏。我这法子是我们母女活命的本钱。别人自然不能告诉，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啊，就不是别人了。分家的时候，娘说过，从今以后我们就是2家人了，以后各不相干。你个狼心狗肺的女人，你再怎么也是我儿子王二柱的媳妇，是我王家的人，你的东西就该有我王家一份。二姐赶紧去喊村长来。二嫂怎么会不相干呢？你只要还念着二哥，你就永远是王家的人。阿奶、伯母、婶娘，你们也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了，你们不就是看我们赚了银子，就想来分一点吗？哼，不可能！现在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不然以后我们赚更多的银子，那岂不是都要分给他们了？世上哪来的这么好的事啊？你个死丫头，上次就是被你骗了，看我不打死你！李老婆子，住手！村长爷爷，救我！阿奶要打死我！王家的，你们这又是闹什么？村长，我怎么说也是他们阿奶，按理说他们应该交奉养银子给我。你好意思要奉养银子？当初是你狠心什么都不给，将他们赶出去了，现在怎的好意思要奉养银子？村长，你莫不是吃了他们的好吃食，这会偏袒他们吧？对，村长，就说这屋子那也是村里的，我们也是有份的，可不能白白给他们。唉，这就是亲伯母婶娘，真的是还不如个陌生人。村长要奉养银子也行，我们也愿意出，不过这样的话，那王家的田地房子银子都要有我们一份，这样我们出奉养银子才合情合理，不是？这田地房子可比奉养银子多了，这样岂不是亏了？对，就该这样。李氏，你可要重新分家，分拿东西，奉养银子我自会要他们按规定拿给你。村长，我们住的这屋子你也按规定收租子吧，不然我怕有些人又要拿你说事了。那就定每月600文的租子，租金还是高了点，不这么定的话，又怕村里其他人也难免不会和胡氏这么想。婆媳几个心有不甘，却又不想分田地给他们母女，最终几个人也就只能灰头土脸的离开了。晚上的时候，刘氏就拿出钱袋数了数，有32两银子，还有铜钱560文。秋阴、秋香、秋月，这是我们这几个月赚的。娘想着避免夜长梦多，我们去买了田地可好？娘，我们要买这么多地吗？我们不但不会种，也没力气种地啊！你一个人怎么种得完？娘糊涂了。那秋月，你看我们这银子还干什么？总放着，我担心你们阿奶还会来闹。娘，要不我们去镇上开个铺子，这样做买卖方便，而且阿奶也就再闹不到我们了。刘氏看着3个女儿做买卖，确实比种地赚钱。可是刘氏舍不得王二柱，只要王二柱的坟在这里，他就觉得他也应该在这里。娘，我知道你舍不得爹，可是爹已经不在了，他在天之灵应该是希望我们能够过得好的。我太难了，让娘想想吧。立秋之后，集市上陆续出现各种水果，苹果、梨、山楂、大枣。王秋月也开始琢磨新的吃食了。三妹，你这冰糖葫芦真好吃，比卖的甜，而且还没有核。秋月，这个冰糖炖雪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了卖？娘，冰糖炖雪梨肯定也好卖，但是我们每次一车薯片和凉粉已经够重了。虽然薯片现在卖的少了，但凉粉多呀。去镇上这么远的路，我们实在也是再带不动更多货了。三妹说的对，要是有个铺子，就可以想卖什么卖什么了。我也是愿意去镇上开铺子的，只是担心万一铺子生意不好，我们母女几个又该怎么办？嘿嘿，娘，我还会好多新奇吃食呢。有了铺子，我们就都可以卖，不愁没生意的。后天就是中元节了，我们去看看你爹吧。中元节这天，一家人早早的就起床了。刘氏就带着3个女儿去了王二柱的坟头，远远的就看见李氏带着大房3房的人在，李氏依旧骂骂咧咧。老头子，
你个狠心的，早早就丢下我一个人，好不容易拉扯几个儿子长大，老二又去了，我命苦啊！老大和老三又没什么出息，生的几个孙子孙女也没一个有用的。老头子，你倒是睁开眼看看啊！等他们走后，刘氏才带着女儿们上前摆好东西，让女儿们磕完头。二柱啊，女儿们都想去镇上开铺子，我也想顺了他们的心。你觉得开铺子好不好？这是女儿做的薯片和凉粉，你也尝尝。娘决定了，秋月说的对，你们爹走了，娘一个女人家能种多少田地呢？不过为了防止万一生意不好做，我们还是要买2亩田地的，这样也有条后路不是？三姐妹听到娘睡去镇上，都眉开眼笑，买不买田地他们也都不在乎。王秋月意外穿越到8岁农村小丫头身上，就被奶奶嫌弃，伯母沈娘算计，被迫分家后带着娘和2个姐姐住破屋，看她发愤图强，赚银子，买铺子，去皇子。第二天一早，母女几人就去找牙医看房子。在王秋月的建议下，刘氏也同意租个带院子的铺子，这样也可以住人，也可以做买卖。哎，娘，我们租完铺子还剩多少银子啊？娘昨天数了一下，家里还有28两银子。你是要做什么吗？娘，我昨晚想了想，今年的水稻种植时间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如我们暂时就买2亩地，种种冬小麦吧，然后再把我们现在住的屋子和宅地买下来，你看如何？那娘明天先去请了李正过来，问问这宅地怎么卖。第二天一早，刘氏就拿着肉和糖先去了村长家，说了他们去镇上租铺子和买宅地的事情。你们母女靠种地过日子也难，去镇上做买卖还能好过些。不过你顾虑的也对，买了田地和宅地，到时候万一生意不景气，也还可以回来。是啊，孩子爹不在了，我也要多赚点银子给几个女儿做嫁妆。是这么个理，做了买卖赚了银子，也不愁找不到婆家。那等李正到了，我们谈谈买宅地的事情。顾尔没一会儿，李正过来了。你们是想买这宅地和屋子吗？李正大人，我们确实是想买，只是不知道这个宅地多少银子，也怕太贵买不起，所以请您来看看。一阵商量过后，李正也不爱和村里人闲聊，只专心办正事。既然这么决定了，那我们就去衙门签了契书吧。刘氏就和李正、村长赶去衙门了。嘿嘿，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了。等铺子开张，慢慢赚了银子，我们就可以做个大房子，到时候气死阿奶和伯母沈娘。村里就炸开了锅，都知道他们母女又租铺子又买地买屋的事儿了。王家婆媳也知道了，这会儿都坐不住了。早知道他们能赚这么多，重新分家也是划算的。不对，不能分家，这样他们母女赚的银子也都是我们的了。王大龙确实没什么反应，二弟妹一家过得好，他也就少些愧疚了。林氏不是都眼红了，对着孩子一顿撒气。作死啊，自己没本事，拿孩子撒什么气，吵得我老婆子头痛。胡氏这才休庭了，孩子们赶紧跑到阿奶身边躲着。秋桃、秋霞，你们以前不是最喜欢和你们秋香姐姐玩的吗？怎么现在都不找你们秋香姐姐玩了？阿奶，分家后娘不让我们一起玩了。你娘不让，阿奶让。你们现在就去找秋香姐姐玩，顺便告诉秋香，说阿奶想她了，让她来看看阿奶。李氏这是硬的不行，要来远的了。刘氏将2张地契藏好，王秋桃和王秋霞就来了，姐妹2个是双胞胎，长得还是很像的。秋桃、秋霞，你们怎么来了？二伯母，阿奶让我们来找秋香姐姐玩，还说她想秋香姐姐了。哼，一听就知道阿奶又打什么主意了，分都分了，看我们现在赚银子了又想和，想的倒是挺美。王秋香招呼着2个妹妹就进屋了，还十分友好的送冰糖葫芦给他们吃。秋香姐姐，阿奶喊你去玩。我不想去，阿奶又会卖了我。第二天早上，今天是他们搬到新家的大日子。嘿嘿，娘，过不了多久，我们一定要把这铺子和院子买下来。傻孩子，买下来谈何容易？衙人说了，买的话要300两银子。这半年虽说我们也赚了50-60两银子，可要买下来却差远了。母女几个人说说笑笑，将屋子打扫了一遍。娘，我们还没有给铺子取名字呀。是要取个名字呀？我看别家也都取了名字，挂了牌匾的。三妹可有想到名字？娘，三妹不如就叫好香馆。秋英，娘觉得挺好。秋月，你觉得呢？娘，大姐，我也觉得很好，好听好记，名副其实，就这个吧。等下我们就去做牌匾，虽然不华丽不动听，但是贴切，让人容易记住，这个名字也是不错的。刘氏看了意思，定了7月20日开张。秋月娘，你们这铺子可真大，还有院子也大，不少银子吧？田婶子1年20多两银子，娘可心痛了。哇，我这辈子还没见过20两银子呢。我是心痛，几个女儿倒是高兴得很。你也不要心痛了，有了铺子，
几个女儿也有本事，以后怕是能赚更多银子了。田氏也是没了男人，儿子倒是打造的手艺不错，一年也有些收入。娘，赶紧让二虎哥看看铺子，好做灶台呢。看我都忘记来干嘛了。二虎子，你快看看这灶台怎么搭好用。王秋月跟王二虎说着铺子的布局。秋月妹妹，这灶我知道怎么搭了，不过你这灶搭在门脸，这阴道可就要长了，这样用料就会多些的。用料多不怕。入夜了，灶台总算搭好了，刘氏就叫了马车送他们母子回去。哎呦，这么大的铺子得要多少银子啊？说话的正是刘梅的大嫂杨氏了。定好日子的那天，刘梅就让人带了信给娘家，让娘家大哥带着一家人来镇上玩。当然最主要的是让刘大刚能在铺子开张的时候帮他们造下声势。娘、大哥、大嫂、阿老、舅父、舅母。哇！大嫂，这铺子和院子也只是租的。小妹，这租子怕也不便宜吧？真没想到你们这买卖这么赚钱。是不便宜呢，可是我们母女靠种地也余不下什么钱，到时候拿什么做嫁妆哦？也是没办法才想着开个铺子。第二天早上，吉时一到，刘大刚就点燃了炮蒜，慢慢的引来一大批看热闹的人。好香啊！这又是什么好吃的？是啊，再香味以前还没闻到过呢。也不知道做的什么，这炸薯片倒是吃过，味道也是不错。好香馆的确是好香啊！今日好香馆开张，全部吃10半价，大家赶紧排队，绝对的新奇美味，不吃后悔。说完，大家也都赶紧排着了。王秋月这回看着长长的队，赶紧提醒刘大刚介绍铺子的东西。今天本店美食关东煮、牛肉丸、鱼豆腐、福袋、土芋片、蘑菇、白菜，味道独特，荤串2文1串，素串1文1串，今日全部半价。怎么串要2文啊？半价也1文了，也太贵了吧？是啊，白菜1文都可以买1斤了。队伍里的人都开始想打退堂鼓了，但王秋月相信他们肯定会买。给我来1串牛肉丸，1串鱼丸，还有那什么福袋也来1串。我也是，猪肉、牛肉、鱼肉都来1串，福袋也来1串。给我每一种都来1串，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了不得的味道，卖这么贵。这个什么丸子真好吃，满口肉香，还有这个福袋，越吃越香，里面还包了肉，鲜嫩爽滑。的确好吃，我这辣味的吃起来嘴里像着火了，可越吃越想吃。真没想到我这土芋片都这么好吃，软软糯糯的，还有这白菜，清脆爽口，浸满汤汁，又麻又辣，太好吃了。因这第一天开业，又是半价，东西还都是大家没见过的，一直到天黑透了，才慢慢没有什么人了。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也这么多人？今天是半价，要是以后都这么多人，那岂不是一天就可以赚3、4两了？嘿嘿，娘放心吧，今天每个人都说好吃，相信明天也会有很多人的。王秋月意外穿越到8岁农村小丫头身上，就被奶奶嫌弃，伯母婶娘算计，被迫分家后带着娘和2个姐姐住破屋，看她发愤图强，赚银子，买铺子，去黄纸，1文、2文、3文，2362。秋月，今天赚了这么多吗？当然不是赚这么多，还没有除掉成本，今天买食材也花了6、700文了。娘今天想了想，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招个人来帮忙洗菜呢？毕竟你们还小，蚯蚓也不大，又是女孩子，总让你们这么累，对身体也不好，你们觉得呢？娘，你舍得请人吗？请一个人1天也要50、60文呢。娘是舍不得，要是我一个人能做，就是再辛苦也没事。娘是看你们几个太辛苦了，银子哪里有你们重要啊！娘，请人当然好，可请来的人不知底细，如果将我们底料学了去，可如何是好？这可不行，要是这底料大家都会了，岂不是没人来店里吃了吗？要不要请人了吧？我倒是有个想法，不如我们去买人，买来的人有卖身契在手上拿着，也就不怕他们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了。娘，大姐、二姐，那些被卖的人大多都是身不由己，想当初我们不也差点被卖吗？我们把他们买来，到时候对他们好点，岂不是也算救了他们吗？可是买一个人要10两银子，就是买个年纪大的妇人也要7、8两。我们现在手头只有5两，加上今天赚的也才7两银子，买人怕是不够。看来买人要过一段时间了。娘，不如我们请田婶子或者舅母来做一段时间怎么样？到时候我们就有银子买人了。那好，明天早上我先问问你舅父，看你舅母愿不愿意来。第二天大早上，刘氏就跟刘大刚说好了，5事刘大刚就带着杨氏来了。大嫂，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家里可安排好了，娘没有什么意见吧？娘巴不得我来，孩子都大了，不用操什么心。大嫂，我这几个女儿都还小，就秋英大些，铺子里活太多，现在也没钱买个人帮工，所以以后就麻烦你了，1个月给你2两银子，你看如何？大刚在码头搬货1天才60文，现在居然1个月有2两。小妹，你太客气了，就是不给工钱，我也是会帮忙的。转眼就1个月过去了，
娘、舅母、三妹，不好了，对面街开了一家和我们一样的铺子。才1个月就被人学了去吗？骨汤的好学，可辣味锅我可是特意加了许多料的，没那么容易学去。舅母，你去买些来，我们也尝尝。三妹，你还照顾别人家生意，你莫不是气糊涂了吧？大姐不用担心，就算这个被人学了去，我们还可以做其他，本就是吃的，被学了去也很正常的。杨氏买了2碗，对家也是和他们一样2种口味。鱼豆腐没有被学去，鹅掌菜也没有。对面也有冰糖雪梨，也是4文1碗，却没有凉粉。这些食材也是和我们一样，荤串2文，素串1文。凉粉别人自然学不到，从样子看，一般人不会看出是如何做的。王秋月尝了一下肉丸，不鲜也不嫩，果然如我所想，对面的肉丸是加白面做的。大姐，你尝尝。肉包子的味道，肉质也硬，跟我们做的没法比。对面虽然不好吃，但是半价卖的话，大家也是很乐意去吃的。小妹，别担心，等到明天他们恢复原价，客人自然都回来了。对面的味道跟我们没法比。第2天，对面铺子果然就只有寥寥几个没有去过的路人去了对面吃。娘，都3天了，铺子生意还是这么差，你到底行不行？正清啊，对面定是有什么配方的，娘试了这么多次，只能做到这样了。我看我们还是继续开面馆吧，多少还能赚点。面馆1天赚个几10文，明年开春让我拿什么打点各路官员？你和舅父先开着，我来想办法。我得想法子弄到好香馆的配方才是。他们都是女人，我可是秀才，只要我去对面示好，想必几个无脑的女人定是会透露1、2的。晚市的时候，贾正清和其他2个读书人来了铺子。杨氏看着几个文质彬彬的少年，决定也要送小儿子去学堂。这会儿正和贾正清套近乎。秀才公子怎么能吃辣？要不我还是给你换1碗吧。夫人不必了，听别人说这辣味如何好吃，我们几人今日也想尝尝。杨氏听到秀才公子都喊他夫人了，更是心花怒放了。秀才公子，这绿豆汤本店免费赠送，你解解辣，不要伤了嗓子啊。这秀才公子确实比白天的一些客人看着赏心悦目，白面书生，文质彬彬，确实气质不同。姑娘，可否给在下打点汤汁？这丸子泡上汤汁当真美味绝伦。王秋英看了他一眼，连忙低下头，红着脸打了一勺汤汁，甚是害羞。这看一眼就害羞了，要真是谈情说爱怎么办？姑娘，不知你这汤汁是怎么做的，味道竟这么独特。没什么，就是加了些药材。药材？没想到姑娘不仅人美，还如此有本事，竟用药材入料，难怪香味独特。王秋英惊觉自己透露了不该说的东西。娘，铺子里没什么人来了，我先去做晚饭去了。王秋月倒是认真打量起贾正清。他一个秀才，何故对一个农家女孩说这种奉承话？不会看上大姐了吧？这边刘氏跟着也去了堂屋，看王秋英正在发呆。秋英这孩子现在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肯定是对那个秀才上心了。秋英，刚刚那秀才公子的话你不要当真。晚饭的时候，秋英，明年你也到了年纪要说清了，娘觉得不如以后就由舅母来卖关东煮吧。对的，秋英，舅母也觉得你也这么大了，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不好整天抛头露面的。初十这天，铺子准备的底料包用的差不多了。大姐，我们的底料包用完了，今天你去药铺买回来。嘿嘿，许久没有出门了，这下有机会可以出去了。拿了银钱，赶紧去了药铺，买完药，鬼使神差的他就抬脚往书院门口去。王秋英东张西望，准备转身离开时，撞到了人。对不起。姑娘怎么来了这里？哦，是听舅母说公子找过我，今日去药铺顺路过来，才想着问问公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哦，他今天该是买的底料包，还特意过来找我，看来这鱼儿是上钩了。姑娘有心了，上次和姑娘说了几句话，后来发现姑娘竟不在铺子了，我还担心是不是我吓着姑娘了，姑娘才故意躲着我。我没有躲着公子。贾公子，铺子还有事，我先走了。看来这配方果然在他手里。这段时间对面铺子多次调整价格，定价也越来越低。他们不赚钱也要开着，难道就为了抢生意？我们好像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啊。王家那边的人，自从我们搬到镇上后也没有来过。阿奶几个怎么这么容易就放弃了？晌午过后，田婶子就来了，说的就是李氏的事儿。你们搬到镇上没过多久，林氏的女儿王秋华就被婆家休回了家。王秋华嫁过去2年了，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还有就在昨天，胡氏小儿子王秋山不见了，今早在村里鱼塘找到了，人却是早就没气了。村长让田婶子来告诉刘氏一下，虽然分家了，但终究也是一家人。至于刘氏回不回去，就看他了。田婶子，我们就不回去了，这10两银子你帮着带回去，就当是我这个二伯母给孩子买身衣服，让小侄子也好体体面面的去。最近的王秋英没事就往外面跑，这回正高兴的从外面回来。大姐，舅母说你最近时常出门，可是为了见什么人？
大姐，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去见的贾秀才了？那大姐可有做出什么有损名节之事？没有，三妹，我没有，我们就是喝了几次茶而已，没有其他了。那大姐，你去药铺，他可有一起？大姐，关东煮背后的东家可能就是贾正清？不可能。大姐，你们今天见面，贾秀才可有向你打听铺子的食材？他每次见面说的都是铺子的事，也总是特别热衷于跟着我去药铺。哼，一个秀才公子手段竟然如此低劣。三妹，贾公子真的是关东煮的东家吗？大姐，我曾看到过贾正清和关东煮掌柜说话，他们定然是有关系的。三妹，不会的，贾公子说过等明年会试高中，会来向娘提亲的。明年？且不说他能不能高中，就是真的高中了，到时候他就是真的官了，你觉得他会看得上一个农家女子吗？不是王秋月瞧不上农家女子，是自古以来秀才高中抛弃糟糠之妻的事儿太多了。大姐，你就是现在去问他，他也不会说真话的，搞不好还会坏了你自己的名声。可是三妹，我不相信他会骗我，他可是秀才啊。秋英，你这是怎么了？舅母，我没事。舅母，等下我画张画像，你去镇子西头打听一下。秋月，你打听他干什么？难不成你要报复人家？那可不成。舅母，我是觉得这掌柜的和那秀才公子有些像，所以让你去打听一下。王秋英知道对面东家是贾正清之后，就卧床不起。大姐，你也不必自责了，这件事我们就当是个教训，以后对人多个心眼就是。三妹，我是不是让你很失望？都怪我太自以为是，他一个秀才怎么会看上我呢？我太傻了。大姐，我知道你担心我们没有爹，说不到好亲事，所以才被贾正清的身份和几句花言巧语给骗了。但我觉得一个男人好不好不是看身份的。你看那些官夫人整日里和小妾斗智斗勇，这样的日子又有什么意思呢？王秋英听得很认真，却一声不吭。她也是因为动了当官夫人的念头，才上了当。这天贾正清来了铺子，这样的人妄为读书人，竟干这鸡鸣狗盗之事。杨夫人，不知秋英姑娘可在？堂堂秀才公子，这青天白日的打听我家姑娘是什么意思？贾公子，你找我家大姐所为何事？三妹，昨日街上看到一个镯子，觉得和秋英姑娘很合适，今日就想着来送她。三妹，我竟不知何时有了位秀才哥哥呢。是我唐突了，竟把秋英姑娘的家人也当成自己家人了。书院还有事，这镯子就有劳姑娘交给自己了。看着就廉价，真当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了。贾公子，你要是中意我大姐，不妨请了媒人来。你这样堂而皇之送东西，又没个名目，是个什么意思呢？这小姑娘好伶俐的嘴，三两句就逼我提亲吗？贾正清眉头微皱，他自言不可能提亲，但凉粉的做法他还没弄清楚，现在也不到撕破脸的时候。姑娘说笑了，提亲之事怎能如此草率行事？而且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我自然也是要功成名就后再谈婚姻大事的。王秋英在后院听得清清楚楚，心里一阵发寒。哼，果然提亲的话是骗我的。公子既说先立业后成家，那也就等功成名就之后再来找我。现在送我此物，污了我的名声不要紧，要是有损公子的名声就不好了。公子既是关东煮掌柜的外甥，以后也请去自家吃，不要来这边铺子了。说完，王秋英也就转身回了后院。原来他们知道了我和关东煮的关系，难怪今日态度如此不同。不过也不要紧了，这配方我也知道了，就是遗憾凉粉配方没有弄到。就算你是秀才，我们铺子也不欢迎你了，还不赶紧走？贾正清哪里受过如此对待，一张脸青白相交。哼，甩甩袖子，愤恨地离开了。这件事也就当作是一个警示吧。这配方今天不被贾正清骗了去，也迟早会被人琢磨出来的。转眼又是9月中了，杨子一来通知王秋月，大船来了。子毅，你小子怎么这么勤快了？上次你来，我还没想那么多，今天又是你来，还问起秋英姑娘，你是不是看上秋英姑娘了？你个傻小子，你对秋英姑娘有意，怎么也不告诉姑姑呢？姑姑也好帮你说和说和呀。姑姑，秋英姑娘长得漂亮，又有本事，我就一个穷小子，怕是配不上。确实也是，我这大生女虽然没了爹，但如今开了铺子，条件也是好的。你这条件是差了些。我倒觉得条件是其次，人品好才是最重要的。秋月妹妹，你真觉得条件不重要吗？我可没说不重要，我是说不是最重要。哦，条件不好是可以靠努力改变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秋月妹妹说的对。孺子可教也。晚饭的时候，王秋香从回来了。三妹，江房主说东家同意了交易的事，让你明天去红绣房签文书。王秋香去红绣房的第3天晚上，江房主就跟着王秋香来了铺子，不是吃关东煮，而是特意找王秋月做交易的。你就是画出这图样的姑娘？
正是。姑娘，你的图样很是不同，我也甚是喜欢。不知你可还有其他样式？我想出银子买你的图样。江房主，图样我是有的，不过我不卖。这小姑娘居然想都不想，就一口拒绝我了。但我可以和江房主做个交易。不知王姑娘所说的交易是如何？我每月负责画2张图样，红绣坊负责绣成绣件卖，但是每卖出1件，我要得5成利润。江房主这下就真的是惊讶的说不出话了。王秋月也不急，静静的等着江房主慢慢消化他说的交易。王姑娘每个月画2张图，就想要了我红绣坊5成利润，不觉得有些贪心吗？江房主，我又不是要你红绣坊所有绣件的5成，只是要用了我的图样的绣件的5成。我并不觉得这就是贪心，反而我觉得你们很划算啊，只是找些绣娘绣绣就可以多赚银子了。王姑娘，你说的5成确实太多了，我不能做主。我们红绣坊遍布大州各地，东家久居京都，我必须书信一封问问东家。没想到红绣坊居然是大型连锁企业，这交易要是能成，我可就发财了。嘿嘿，早知道说低点，但5成说都说了，我也不好更改，我得要给这交易增加点成功的筹码，请您稍等一会。王姑娘，这是你刚画的。江房主，可以拿着这个给你们东家，相信不久我们就可以合作愉快了。1刻钟就可以画出2张图样，我们红绣坊的画师苦思半月也画不出什么新颖图样来，都是翻来覆去大同小异的。看来这个小姑娘是有些本事的，怪不得敢要5成。半个月了，估计是京都回信同意了他的交易，明天去红绣坊签文书。第2日，王秋月如约去了红绣坊。江房主看到王秋月到了，就径直带着他去了后院。江房主，那以后我就每月初1让秋香带2张图样来，之前的2张就是这个月的喽。姑娘要是能多画几张也是好的。那样不好，本来图样也就是图的新奇才得人喜爱，要是太多就不新奇了，一个月2张最好不过。这姑娘图样画的精致新颖，对做生意也是颇有经验的样子，真不敢相信她才8岁。娘，大姐，我今天也和红绣坊签了文书，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做房子了，还要买地，明年开春就可以种洗浴了。铺子开了近2个月，手中也有了100多两银子，做房子买田地都是足够的。随即决定铺子就交给杨氏和王秋英打理。第2日，刘氏就带着王秋月回了王家村，一进村子就有不少人跟刘氏打招呼。二柱媳妇，你从镇上回来了。二柱媳妇怎么只带了秋月丫头、秋英和秋香呢？二柱媳妇，听说你在镇上的铺子生意好的不得了，赚不少银子吧？刘氏都笑着招呼着，便领着王秋月去了田婶子家。妹子，你怎么回来了？我还想着这几天把黄瓜给你摘了送去呢。田姐姐，我这次回来是准备把破屋重新做一下，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帮忙做席，你可不能没空呀。自然是有时间的。刘氏也没有多说，他们母女2人还要去村长家呢。做房子这么大的事儿，当然要和村长商量商量。来到村长家，正巧林氏和胡氏2人也来。这2人怎么也来了？不等王秋月反应，那胡氏就夜情跑过来，拉着刘氏的手，亲切地喊着：“二嫂，你回来了。”林氏也不甘落后，拉着王秋月的手：“秋月丫头，让大伯母好好看看，我们的秋月丫头又变漂亮了。”看来是因为上回的10两银子，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你们2个消停会儿，这二主媳妇回来，想必有什么事。村长，我们母女这次回来是想着再过几个月就过年了，我们的旧屋子需要重新做一下，希望村长能帮忙找些会做房子的人。村长听到他们要做新房，也很高兴，忙答应了。做新房子好啊，到时候我们也来帮忙。二主媳妇，3天后是好日子，可以动工。从村长家离开，林氏和胡氏一路跟着，说着客套话。胡氏还哭诉着自己小儿子可怜，弄得林氏好不自在，生着闷气走了。哟，这不是3里媳妇吗？怎么看你二嫂赚钱了，来巴结人了？哼，我们都是自己人，哪里需要巴结啊？但是你这个外人就需要巴结巴结了。当初还不知道是谁，嫌弃人家母女只吃饭不干活的，硬是帮着李老婆子把人赶出来了。那是我婆婆做的决定，我可没干什么。再说了，二嫂也不是记仇的人，说不定早忘了，就不劳你提醒了。娘忘了我可没忘，我当初差点被卖了，沈娘还在旁边帮腔呢。秋月丫头，当初沈娘也是糊涂了，你就原谅沈娘吧。哼！这边王家院里，李氏也不再骂来了呢，反而林氏正骂着王秋华：“你个没用的，丢光了我的脸，你怎么不去改啊？”不要总是傻站着，不知道去厨房做饭吗？动工当天一早，刘氏带着王秋月又回了村子，母女2人将就屋里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村长这时也带着18个汉子来了。鞭炮一响，新房子就正式动工了。田氏也带来了几个妇人，是来帮忙做饭的。不到1炷香的时间，旧屋也就不见了踪影。领头的是王五爹，他是建房子的老手，图只看一眼
就知道咋建了。好大的手笔啊，这可不少银子。王五爹，这院墙还得做高些，至少是2人高，这样我们母女住着才安心。这个是有必要的，这正门和后门也得做结实些。丫头放心，交给我吧。转眼新房就快上梁了，要办上梁酒，需要请全村的人来吃席。刘氏还给这大半个月来干活的人封了红封，图个吉利。李老婆子，你怎么来了？当初赶走人家，现在还来吃人家的，你老婆子羞不羞啊？我羞什么羞？我自己家做新房子，我还不能来吃了？哟，你家哪里还是你家？你早就把人家母女赶出来了，这会儿怕是后悔了吧？你个嘎老婆子，要你多管闲事。娘，孟婶子，你们都多大年纪了，还吵嘴？你看，喊我娘吗？这是认我这个婆婆的。二柱媳妇，娘糊涂，不该赶你们。前天老二托梦骂我呢，我才知道错了。你看，要不你们母女回来吧？是啊，二嫂，一家人还是在一起好。对的，二弟妹，我看你们就搬回来吧。大龙媳妇，三弟媳妇，前段时间你们2个还闹着要分家，今天怎么又想着让二柱媳妇回来了？你们又打着什么歪主意？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前2天还听见吵吵呢，要不是大龙不同意，你们这个家怕是早就分了吧？李氏如今也没脸了，老了才知道自己当初做的有多过分，咋就想着卖孙女了呢？上梁酒之后回了铺子才知道，杨子毅头一天就来了。子毅这次可高兴了，一路有一搭没一搭的找秋英说着话，只是秋英没心思搭理他。我觉得他们俩估计没戏。子毅这小子还说谢谢你，你给的甜面酱他琢磨了好久。他现在在码头也租了铺子，就卖甜酱面和甜酱卷饼，生意可好了。我和秋英也去吃了，秋英也说好吃，把那小子又是一顿得意。杨子毅果然是有当厨子的天分，看来这酱是给对人了。晚市的时候，舅母、大姐，怎么感觉铺子好像没有以前生意好了？三妹，对面铺子琢磨出了我们的底料配方，也就1个多月，对面竟然就知道了。秋月，这可怎么办呢？娘，没事的，底料做出来了，可他们的丸子没我们好吃。我们还有鹅掌菜和鱼豆腐，他们也都没有，这生意还是不如我们的。还是买地好，生意容易抢走，田地别人可抢不走，只要不碰上天灾，就不愁吃喝。秋英，这段时间铺子的收入如何？娘，只有50多两，比上个月少了3-4成。唉。晚上王秋香有漂亮帕子，说是她自己绣的。秋香有本事呢，这才1个多月就绣得这样好了。是啊，二姐，这线条明快，针法活泼，相比以前又进步不少。嘿嘿。娘，三妹，江房主说下个月叫我双面绣。对了，三妹，江房主说上个月的分成早就算出来了，要你赶紧去红绣房拿银子。第2天，刘氏带着银子回了王家村，王秋月和王秋香去了红绣房。姑娘可算来了，这银子我替你拿这么些天，可烫手了。江房主，我跟着娘亲回了村子，这段时间忙着建新屋子，都差点忘记了我们的事，真是不好意思。这小丫头怕是不知道她赚了多少银子吧，竟然这么不放在心上。江房主赶紧带着王秋月去了后院，端出一个小木匣子交给王秋月。这么有仪式感，银子还用木匣子装着。打开看看。王秋月也想看看他能分多少银子，便打开瞧了，里面赫演一张500两银票。王秋月眨眼，又确认了一遍，真的是500两银票。这小丫头竟然这么淡定，500两可够她一辈子生活无忧了。王姑娘可是要发大财的人了，这才1个月，很多铺子也还没有开始绣你的图样，这下个月分成指不定要翻倍了。还是要多谢江房主给我牵得这条线。江房主也很庆幸，东家也发话了，让他明年绣艺赛时就可以回京都了，还叮嘱他最好将王秋月也带到京都。午后的时候，刘氏回来了，说新房子完工了，名义办完工宴。娘，这是红绣坊上个月的分成。500两，这么多，我也没想到，想来这红绣坊定是有些实力的。秋月，这是你自己赚的，你自己收着吧。娘，这个钱我没准备留着，我想让娘拿着它去买地，来年我们要种土玉、绿豆、玉米、红薯，是需要很多地的。娘，我们最好买带庄子的地，那样也好管理。三妹，500两全买地吗？是的，大姐，这还远远不够，以后我们还要买更多。第2日一早，母女几人就关了铺门，叫了牛车，回了王家村。眼前的高门大院，如果不是刘氏拿出钥匙开了门，王秋英和王秋香都不敢相信这是他们的家，这哪里像农村的房子啊？娘，这东厢房还是给三妹吧，我和二妹住西厢房。王秋英觉得自己对这个家的贡献不如王秋月，自己不应该住这么大的房间。大姐，你是长女，这东厢房自然是你的，日后这个家还是得靠你。
三妹，我是这个家最没用的，你才是最有主意的，还是你住这间吧。王秋月自言也是愿意住大房间的，可是如果她真住了，那王秋英这辈子都会觉得自己没用。大姐，这个家如果没有你的每日忙碌，我们也做不成这大房子，所以这房间也是你应得的。秋英，这段时间确实辛苦你了，这房间就你住吧。二柱媳妇，你真是发达了，村里能请得起人干活的也就你家了。是啊，这以后你就是夫人了，坐在家里指挥就能赚银子。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刘氏赶紧招呼大家搬东西，准备完宫宴。看到牛车上的一应食材，大家又是一阵讨论。这村里的妇人就是这样，让他们说吧，过过嘴瘾就是。几个妇人嘴里说着，手下的活也不耽误。没一会儿，10几个菜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刘氏也就赶紧去放了炮串，完宫宴也就开始了，大家也都乐乐呵呵的，一桌子的鱼啊肉的，大家都只顾着吃去了。刘氏这边说着什么，大家也都没空理会了。100亩，二柱媳妇，你这生意竟能赚这么多？这银子不是铺子赚的，是我这小女儿给镇子里的红绣坊画图样赚的。我们王家村可没有这么多地，100亩估计需要去好几个村子买。李正大人，这周围可有带庄子的地卖？有是有，就是镇子北面有一个庄子，早些年就荒了，倒是有60多亩，只是这价格有些贵，没有人买它，连租的人都嫌贵了。那庄子要400两银子。那李正大人，我们就买那个庄子。完宫宴阿奶居然没来，大伯母和婶娘也没看见闹腾。这大房和3房分家了，李氏觉得没脸，村里老人还在，孩子就分家的他家是第一个了。李氏现在是大房养着，林氏每日也是没好气，要不是李大龙在，林氏估计连饭也不给吃的。村里人都说这李氏活该，算是得到报应了。等人都散了，只剩下刘氏一家和刘大刚一家。王秋月把准备的转让文书拿了出来。舅父、舅母，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我手中这个是铺子1成利润的转让文书，你们签下它，以后铺子赚多少银子都会有你们一份。当然也可以不签，每月拿工钱也是可以的。就算铺子生意不如以前了，每月也有60、70两，1成也有6、7两了，不签不就是傻子吗？杨氏连忙就签上了，按了手印。梅子，你如今慢慢有了家业，这外面少不了眼红的人，你们母女万事要小心低调些才好。娘，现在就只是一个空房子，倒不用担心，就是等庄子买成功了，以后种起来，人多眼杂的，就真的需要防范些，到时候就需要买些护院家丁了。小妹，明年秋英丫头也14了，不如你给招个上门女婿。大嫂，这好儿郎哪个愿意做上门女婿的？愿意做的估计也都是没本事的。也的确如此。娘，我以后就招个上门女婿，我们留在家里孝敬您。你才10岁，招什么上门女婿？说出去不怕人笑话。女儿终究要嫁人，这以后谁来奉养梅子？让她们姐妹3人其中一个招个上门女婿也是极好的。转眼就10月15了，又到了红绣坊分成的日子，王秋月就跟着王秋香去了红绣坊。江房主见到他一次比一次开心，笑个不停。又是一个小木匣子，王秋月也不扭捏，直接打开。200两？怎么可能？上个月500两，这个月按理说只会多不会少。终于看到王姑娘变了脸色，你再看看下面。王秋月拿起200两银票，露出底下一张1000两的银票。嘿嘿，我就说嘛，这个数才对嘛。你这丫头，面对1200两银票，一点都不惊讶。江房主，你自己说的红绣坊遍布大州，1200两不多的。两人又是一笑，待王秋月离开，一个漂亮的妇人一袭红衣出现在江房主身边。东家，这女孩倒有些意思，她的二姐是在你这里学绣活是吗？是的，东家。你好好教，明年的绣艺赛带到京都。是。这个女人就是红绣坊东家赵秀儿，拿着1200两银票回铺子的王秋月，笑得一脸灿烂。娘，大姐，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合适开酒楼的铺子了。秋月，我们现在刚做了新房子，又买个庄子，你阿老说的对，还是要低调些才好。确实不能太高调，像贾正清这样的人比比皆是。第2日一早，刘氏和王秋月就去了庄子，刘大刚带着3个人正在打扫院子。小妹，就剩这院子了，马上就收拾好了。辛苦大哥了。舅父，明天就可以让天宇表哥着手收购玉米和红薯了，土玉和绿豆能收也都收来。好，小妹，你这庄子这么大，你管得过来吗？大哥，这不是有你吗？刘氏拿出王秋月写好的文书，和大嫂一样，1成的利润是你的。小妹，我是你亲大哥，不用要这个，我一样会帮你的。舅父、舅母都知道了，你要是不签，你不怕舅母和你闹？你这丫头总喜欢开你舅父的玩笑。
既然说是亲大哥，那就更应该给你了，快签了吧。刘大刚也就爽快地按了手印。舅父，以后你负责雇人种地收获，我和娘就负责制作的事。还有制作的事涉及到工艺，还是要买人做，最少要8个人。娘，我们买人就去县城的官衙手里买吧。秋月，这县城娘从没去过，以前倒是听人说过去县城要10几个时辰呢，实在有些远了。小妹，县城我倒是去过，是有些远，不过要是坐马车的话，也就4、5个时辰。那舅父就由你带我们去吧，可好？娘，我们这次少说要买7、8人，而且最好是妇人。一来我们母女几个不好和男人整日一起工作，二来妇人心思少些，不像年轻姑娘那么惹眼。买完人回到镇上，天也已经黑了。王秋月赶身子也要散架了，到家就睡觉了。第二天，刘氏就带着他们去了庄子。王秋月都一一问了姓名。现在淀粉需求量不大，2个人做是足够的，大家也都签了保密文书，这工艺切不可外传，否则也别怪我们无情。我们知道了，夫人。晚饭时，刘氏和杨氏商量着，要不要再请个人到铺子帮忙。请一个人要花将近1两多银子，还是自己辛苦点算了。忙不过就叫天秀来帮忙，正好他也喜欢做生意。第二日，刘氏就带着王秋月搬到庄子了。院子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还晒着些土玉淀粉和红薯淀粉，房间也都收拾得井井有条。看来他们也都是自觉的，以后也可以省些心了。夫人，小姐，你们来了。以后我们就住这里了，你们也只管认真干活，不要偷奸耍滑，少不了你们好处的。是。昨天泡的玉米和绿豆也都可以磨浆了，刘氏也就带着一行人去干活了。王秋月一看过去，见没有什么错处，就开始琢磨着打开淀粉的销路。如今还只有土玉淀粉每个月有300斤的销路，其他的淀粉都没着落。绿豆淀粉就暂时不卖，留着自家铺子做凉粉用。玉米淀粉适合挂户油炸，到时候也可以一并卖去迎宾楼。红薯淀粉做红薯粉条，做好了就可以直接卖给各个面馆。刚出库房，就看到刘大刚和刘天宇赶着牛车，拖着满满一车的货进了院子。王秋月看了牛车上的货，6袋玉米，7袋红薯。舅父，这个红薯收起来难吗？村子里的人家一般种的都不多，除非高价收，不然大家也都想留着自家吃。到了冬天，粮食少，红薯倒是个好东西了。哦，舅父，我打算种冬土玉，这次收获你也多收些土玉上来。种冬土玉，秋月丫头，这冬土玉产量低，要是碰上大雪，还有可能冻伤，实在不好种的。舅父，我知道，但是我们以后用量会越来越大，全靠买，这周边怕是买不到那么多，还是得自己种方便一些。大哥，就让他试试，这丫头主意多，正好买的这么多地，荒着也总觉得不合适。那好，下次我和天宇就收些土玉上来。依着这么一天天过着，又到了15，红绣坊的分成又到了，这次有1300两，刘氏要王秋月自己拿着，王秋月也就自己收着了。明年开春还得买些地，收回来的土玉也都发了芽，可以下种了。王秋月就通知刘大刚雇了人开始下种，现在正是不忙的时候，很容易请人。转眼就12月了，杨子毅又来了。子毅，听说你生意不错呀，你小子有些本事。姑父，这哪里是我的本事，都是秋月妹妹给的甜面酱好吃，我才有了生意。那是，我这外甥女做什么都是好吃的。你看，这红薯粉条就是准备好要给你的，你带回去肯定也好卖。这个是红薯粉条，你自然不用我多说就知道怎么做好吃，说不定你仔细琢磨琢磨，还能琢磨出不一样的做法。那就多谢秋月妹妹了。只是这大船上个月一直没来，我也打听了几天，有传言说那货船的东家出事了，所有船队都停航了，早几天就准备来告诉你的，一直太忙了，秋月妹妹真是不好意思了。那这鹅掌菜和紫草要断货了吗？这几个月一直麻烦杨大哥，我才过意不去呢。大船没来，想必是出事了，也是没办法的事。秋月妹妹放心，我也会多打听看看有没有其他货船能带回鹅掌菜，到时候也一定会通知秋月妹妹的。好。秋月妹妹，这是给你红薯粉的银子。便宜你小子了，这一带不收你银子，下次要货直接来庄子，一样按市价收。对的，你先卖着试试。娘，如今天气越发冷了，我们种的土玉不知道会不会受冻。我想着，我们应该给地里铺上些稻草，好给土玉保暖。土玉一般20多天就可以出苗，冬天可能要长些，这种下也有半个月了，年前应该就会出苗的。铺稻草，这倒是个好方法，娘怎么就没想到呢？今天已经初6了，给土玉铺稻草也要2、3天。年前也还有20天做淀粉，按现在的速度，玉米淀粉和绿豆淀粉是可以存下几千斤的，但红薯和土玉出粉低，估计存不下多少。娘，绿豆如今只是自己铺子用，年后也要15才开门，我们还是暂时停掉绿豆淀粉的制作吧，让花嫂子帮着做红薯淀粉和土玉淀粉。秋月，娘觉得这安排最好。
但眼下还是铺稻草重要，好不容易种下的，可不能让冻伤。第二日一早，刘氏就通知了刘大刚去周边村子收稻草。好，这稻草没养牛的人家也没什么大用，花点钱买，应该是很愿意卖的。农户听到稻草可以卖钱，都巴巴的送到庄子来，一也就收够了要用的量。刘氏这边依次给了文钱。大家明日若是得空，也可过来帮着铺稻草，一日给40文钱。这腊月也没什么农活，所以都应下名义一早就来。费时没2个时辰，也就传到了王家院里。王家大房和三房虽已分家，但也还是住在一块，只是已经各吃各的了。大龙，听说二弟妹庄子收稻草，还雇人明日去地里铺稻草，要不咱们明日也去赚些文钱，这大过年的也好买几斤肉。去什么去？当初你们这么对人家母女，我可没脸去。唉，想起当初的行径，我后悔啊。听说他们母女现在买了庄子，银子是越赚越多了。哼，你不去，那我自己去，什么脸不脸的，过年吃不上肉，我才没脸。明日你陪我一起去，日日吃白食，人家秋英那么会赚银子，你怎么就什么都不会？真是白养这么大了。你去就去，做什么把馒头端走？娘吃得慢，这会儿还没吃饱呢。娘身体不如从前了，这晚饭还是少吃些好，不然消化不好又要请大夫，我可没钱。你这毒妇，如此不孝婆母，仔细我让我儿休了你。娘，说我毒妇，这法子还不是向你学的？你忘了你当初怎么对二弟妹他们的了？唉，如今李氏出门就被嘲笑当初没眼力赶走了二房，现在只好一待在院子里，不愿意出门了。第二日，林氏果然就带着王秋华来了庄子，刘氏正在清点银数。大嫂，你们怎么来了？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吗？二弟妹，我们也是来帮工的。大伯母，我们今天人已经够了。哎呦，秋月呀，人多干得快，不要紧的。哼，时辰也不早了，还是赶紧干活吧。哎，快，大家都动起来。大伯母，你要是来做客的，我们没空招呼；你要是真心来干活的，那也就要有个干活的样子。我的银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这丫头对自家人还这么认真。人多没一会儿，稻草就都搬到地里了。王秋月教着大家慢慢铺上。稻草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铺的也不能太密，它不好出苗，当然也不好太稀，达不到保温效果。大家也都慢慢铺着。王秋月和刘氏在旁边看着王秋华，倒是认真干活的。林氏就有些偷奸耍滑的。大伯母，今日的银钱你怕是赚不到了。这是什么话？干了活就该给银钱？干活？你自己看看你干的活，再看看别人的，大家也都评评理，这银钱我该给吗？大嫂，你来干活我也欢迎，但是你需做的认真些，不然下次我可不敢让你来了。这稻草铺上有什么用？这大冬天的土玉不冻死才怪呢！一个小丫头以为冬土玉这么好种的？娘，还是好好做吧，你不是还想买肉吗？你个死丫头，要你说，没用的东西，真是白养了你这么大，一点用没有。秋华也是可怜，摊上这么个娘。晌午饭是雅嫂子送来的，每人1碗猪肉水饺，大家吃的热气腾腾，脸上也有了笑意。刘夫人，下次有活通知一声，我们还来。是的，我也来。刘夫人大方，给肉吃，这猪肉水饺我在家都吃不到。如此就多谢大家了，到时候土玉成熟时，也是需要大家再来帮忙收的。好，没问题，我们一定来。日落之前，60多亩地也都铺完了，每人40文，刘氏付了文钱，大家也就高高兴兴的离开了庄子。我们娘俩得了80文，可以买6、7斤肉了。现在就剩王家的2亩地了，那2亩地也需要铺上稻草。2亩地，刘氏也就只带了雅嫂子回去，其他人也都在王秋月的安排下，赶紧做红薯淀粉和红薯粉条。田姐姐，看你高兴的。妹子，你何时回来的？我也是刚回，家里2亩地的土玉，我怕冻伤了，想收些稻草去铺一铺。你可知道谁家有多余的稻草？稻草那好说，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些，我这就陪你去收。妹子，这冬土玉可不好种，铺上稻草有用吗？田姐姐，有没有用也得试试，总不能看着冻死吧。妹子放心，这2亩地的土玉我也会帮着照看1、2的。那样甚好，我也正愁这地没人管呢。 2亩地的稻草也不需要太多，收起来很容易，有了田氏帮忙，半天功夫也就铺完了。妹子，这过完年，秋英就14了，这正月里相亲的特别多，你可有相中的？这一年都太忙，我还没想这些事呢。我娘家侄子过完年也16了，人不错，家里也有30、40亩田地，不如选个日子让2人相看相看。这事我过2天问问秋英，她要是不反对，我们就安排2人见一见，你看可好？好，秋英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性子温婉，要是能做我侄媳妇也是极好了。转眼就小年了，刘氏也收拾好庄子，回了村子。咦，邱银良，你回来了，这是准备带村里过年了？是王屠户的媳妇儿黄氏。是啊，还是村里热闹。邱银良，这后日家家户户都要炖肉了，你要不要也买些？我家里猪肉都是刚杀的，新选择你。
刘氏本来早就买了肉，可想到这一个村的，人家都开口了，也不好一点不买。那就买些吧，你得空就给我送10斤五花肉过来。一般人家也都1斤2斤的买，最多也得5斤。我马上就给你送家去。刘氏笑了笑，也就去了村长家，送了肉糖，还带了红薯粉条。给田氏家也是这些，也都一一说了这红薯粉条的吃法，思索再三。刘氏还是心远，也给李氏送了一份。李氏如今分给了大房凤养，东西自然也就是大房的了。林氏乐得合不拢嘴。二弟妹，到底是你有良心，这有些人啊，一年到头也赚了不少银子了，也不知道孝敬娘。哼，孝敬娘就怕都进了你的肚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对娘的。大嫂莫不是眼红我比大哥能赚银子？我眼红什么？我家秋水手艺学得好，明年也是能赚银子的。你得意什么？嫁出去的女儿被休弃回家，要是我脸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林氏就气鼓鼓的又开始骂王秋华了。刘氏虽可怜王秋华，但这家事他也不好多言，放下东西也就走了。真是不好意思，二弟妹，你别忙着走啊，留下来吃个饭吧。刘氏哪里敢留下吃饭，摆手也就赶紧走了。刚回到家，黄氏就提着肉来了，结下肉付了银钱，可黄氏也不走。黄嫂子可是还有什么事吗？邱银良，你看哈，这个晚年邱银也逝世了，也可以说亲了。我家二郎正好死了，2个孩子小时候也玩得好，不如我们撮合撮合。这事还得问过我家秋英，等年后吧，寻个时间让孩子们见见。听了这话，黄氏笑得合不拢嘴。要是和他们家住了亲家，他们家又没有儿子，这房屋庄子不是也就是我家里了吗？娘，这个年我们家门槛怕是要被人踏破的。那怎么办？我也不能不让人来说呀。再者，你大姐也可以说清了。天气冷了，你就待在屋子里，没事也不要出来了，等下冻到了就不好了。知道的，娘。20起这天下起了小雪，王秋月索性就搬了凳子坐在院子里看雪。刘氏看见也没拦着，还吩咐花嫂子搬了炉子来给他求取暖。谢谢娘，谢谢花嫂子。娘，你们看，院子里都铺上了一层雪白的衣服。可是这雪停了1个时辰又下了起来，眼看越下越大了。王秋月也开始担心了起来，就赶紧往地里跑。刘氏也带着人跟着，看到稻草上厚厚的一层雪。娘，我们得赶紧把这积了雪的稻草换掉。好，娘这就想办法再去收稻草。刘氏一上门，村长就知道肯定是他们母女种的土玉出事了。二主媳妇可是土玉冻伤了。村长，秋月说要赶紧趁雪融化之前换掉积许的稻草，所以我来求村长，帮我召集村子里的人帮着收稻草，不白帮，1日50文。村长二话没说，就带着刘氏来到村口的大树，敲响了大树下的大钟。听见钟声，村子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也都聚集过来了，边走边议论着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好几年不曾敲过这钟啊！大家安静，听我说。村长，这是出什么事了？昨夜下大雪，这二主媳妇地里种的土玉，你们也是知道的，怕要冻伤了。二主媳妇说了，要重新铺稻草，50文1日。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帮着去周围村子收稻草的？这种小事还用得着敲钟吗？多数人还是想赚这50文的，也纷纷答应去收稻草。往年云县很少下雪，就算下也不会下大，偏偏我种地就下大雪了。秋月，你看这些可有用？王秋月随着声音看过去，就见是王大龙推着一车干草来了。多谢大伯父，有用的。王秋月赶忙让人把干草卸下来，着手扶起来。王大龙二话没说就推着车走了。没一会儿，王大龙又推着一车干草来了，也什么都没说，就帮着卸下来了。这样一趟一趟的，2亩地倒是够用了。秋月，这些够吗？不够家里还有些，我都推来。这2亩地是够了的，只是庄子上有60多亩地也需要，大伯父可有什么办法？王大龙也种了许多年地，可他也不曾种过冬土玉，但想来也就是给土玉苗保温就行。稻草不够，也可以试试草木灰，这个家家户户也是有些的。草木灰更好，可这个大家都是留着开春了自家养地用的。现在离春耕还有2、3个月，每日也都要做饭烧柴火，养地还来得及的。那就麻烦大伯父帮我们去收了，等娘回来，并让娘多给些银钱。大伯父。林氏那边站在院子里，脸色很不好看。哼，你这个不争气的，竟把家里的干草全拿去了。平日里不声不响，说什么没脸过去，这会儿居然上赶着去。要我说，这土玉肯定冻死了。大龙该去，指不定能帮上忙。明年让老二媳妇给弄到庄子上，好歹是亲人，也能做个管事。听说他那娘家大哥就跟着赚不少。王秋月这边铺好2亩地，也就赶紧带着人去了庄子。刘氏和刘大刚也已经在铺稻草了，王大龙也收了草木灰过来，人多做起来倒也快。只希望再不要下大雪了才好，不然这60多亩的土玉就真的完了。刘赶紧拿了银钱出来，付了稻草的钱。王大龙的几大车干草，刘氏给了1两银子。二弟妹，这干草不值钱，银子就不用给了。大哥，这是你应得的，要不是之前我们闹成那样，也不会和大哥生分了。是我这个做大伯的不好，没能护住几个侄女，如今你们过得好，我也放心了。
大哥说的哪里话？以前的事不怪大哥，这银钱你拿着，不然大嫂又要闹。这大过年的，还是一家人和和乐乐才好。大哥要是不收，以后也不好让大哥帮忙了。忙活了这大半天，刘氏都没来得及做腊八粥，幸好田氏有心，给他们一家端来了一锅。刘氏也高高兴兴接下了。腊八怎么能少腊八粥？30这天，王秋英、王秋香也回来了。一进家门，王秋英就拿出一个木匣子。大姐，你这里面是铺子这2个月赚的银钱吗？是的，三妹娘，我和舅母算了一下，这2个月一共赚了126两740文，舅母的1成我也给她拿去了，这是剩下的。秋英，这都是你辛苦赚的，你自己收着，不必给娘。娘，这么多银子还是你收着吧。娘，过完年我们就要买田买地，准备种水稻、绿豆那些了，要花不少银子呢。秋月，我们还要买地吗？买了庄子，又有60多亩地，我们怕是管不过来了。娘，我知道你担心管不过来，但是我们可以请人管理啊。上次铺稻草的事，我觉得大杨叔就挺合适，而且他是村长的儿子，有他管理，这想闹事的也会掂量。你大杨叔倒是个种地好手，人也不错，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帮忙。娘，其实大伯父也是好的，就是大伯母这个人心思不定，不然请大伯父来也是好的。秋月，你真觉得你大伯父可以？我还以为你因为你阿奶和伯母也会讨厌你大伯父的。娘，阿奶和伯母婶娘对我们不好，但大伯父没做什么，几个堂姐堂妹、堂哥堂弟，我也不会牵怪，谁对我好谁心思不纯，我是清楚的。王秋月认真说道，他向来就是恩怨分明之人。那好，过完年我就去找村长买地，顺便问问你大杨叔和大伯父愿不愿意帮我们管地的事。秋英、秋月、秋香，这些就给你们，每个人20两。娘有时太忙，也会忘了你们需要买些什么，你们拿着银子自己看着置办。你孩子大了，漂亮衣服首饰也可以买一些的。娘，我想着要不要给李嫂子他们也发点银钱，虽然平日也有月银，但好歹是过年了，讨个吉利。你又人小鬼大的，娘早就准备好了，初1就发给他们。母女几人说笑笑。